我现在开着的就是宝马汽车曾经的设计师设计的未来智能豪华轿车阿维塔12。而对我来说，刚才说这句话的时候，脑子里就记住了2个字：智能和豪华。这次试驾的阿维塔12的颜色我就很喜欢，哑光的锡紫配色，很有高级感。而整车也保持着新势力该有的这种未来感。在中网的下方呢，是阿维塔12的原生激光雷达以及主动式进气格栅。在高速行驶时呢，它能够自动关闭来减少风阻。那整车的长宽高的数据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侧面部分呢，在车身前翼子板处啊，也是激光雷达的这个位置。阿维塔12全系标配了3颗激光雷达，29颗智驾传感器，也是目前国产新势力探头配置方面啊比较豪华的了。采用了隐藏式的这个把手，纯平侧窗的设计啊，看起来非常简约。车身的尾部啊，阿维塔12取消了后悬窗，那后视镜也采用了2个摄像头。那前排是采用了流媒体后视镜，也就是说啊，整车左右两边后视镜和倒车镜啊，都是采用了流媒体的后视镜，也算是打破了传统车上面的这个反光的这个设计。体验怎么样呢？我们后面再说啊。尾部的设计用原人来讲也不过分啊，而且啊，修长的车灯也展现了车尾的宽度。那整车呢，也就更有 GT 的这种轿跑的感觉了。尾翼呢，也可以调整根据速度开启关闭，或者手动开启或者关闭。在车的轮毂方面呢，阿维塔12提供了2种的轮毂尺寸，有20寸和21寸。而我这次体验的呢，试驾的车型呢，搭载了21寸的5辐式轮毂啊，开起来呢就挺有动感的啊。那我上车的时候呢，就发现啊，阿维塔12啊没有抬头显，而是采用了一块34.5英寸的超长4K 屏幕，立在了正前方。那除了这一块超长的带鱼屏之外呢，在2侧呢是流媒体电子后视镜的显示屏。那中控上面呢就是熟悉的鸿蒙 HarmonyOS 4.0的界面了。方向盘采用了异形的这种设计啊，并且采用了电容式的，在开启辅助驾驶的时候呢会使用到。而且方向盘的上面有2个上下左右的这个滚轮，可以进行自定义的功能啊。而车内的旋钮方面呢，只有5个实体按键，4个控制车窗，1个360全景的开启。而车窗的锁呢，却在主驾的这个车窗的这里啊。座椅配置方面呢，阿维塔12在前排支持了0动力的座椅，并且啊还有像座椅的按摩、加热、通风功能。我在试驾这些天感觉啊，座椅的包裹性还是不错的，柔软度方面呢稍微有点偏硬啊，不过头枕的支撑还是非常良好的。那后排空间方面呢，阿维塔12的3米轴距在此时发挥了淋漓尽致啊。在头部空间上呢，即便阿维塔12的车高是1.46米，坐在后排还可以啊，没有那种很低的那种压迫感。那4个门在车内按一下这里啊就能开门，可以再按一下就可以关门了，或者拉上关门。那前排这里呢有2个无线充电的位置啊，当你把手机放在这里呢，它会自动的下沉。在储物舱的这个位置呢，也有 USB 口的这个充电口啊，包括后排的这里啊也有一个充电口。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找那后排的空调口在哪里啊？阿维塔12把空调口藏在了前排座椅的这个位置啊，但是不支持前后排这个空调温度单独控制。车顶的是2块玻璃天幕，为阿维塔12带来了非常独特的设计感的同时呢，阿维塔12采用了 EC 玻璃技术。那后备箱呢也挺有意思的，它采用了这种与前排座舱隔开的设计啊，完全独立，425升的容量，空间足够大，同时呢也增加了后备箱的隐秘性。阿维塔12在底盘配置上呢，采用了双叉臂后多连杆的悬挂形式，还有高性能的空气悬架系统啊。那开起来呢是那种线性的，并且整车开起来很稳重。那和车的这种设计有很大的反差感，刹车呢比较软，反正是那种比较好开的车型。而且对于路面的这种颠簸方面呢，对于过滤还是比较到位的啊。就是过减速带啊，你会感觉那种悬架带来这种反馈有点硬，就会觉得这个车很踏实啊，很稳重，又和外观的这种 GT 风格没有一点关系。而我坐在这辆车的时候呢，很关注的就是这台车流媒体后视镜的体验了。日常开起来，它其实和物理反光镜差不多，并且你可以看着2个后视镜是可以调整的，不过我觉得没有必要调整因为
我们还是需要它的这个超广角的能带来更多的这个外部车辆信息的。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习惯倒车影像或者360全景其实它和他们差不多。但是我们这台车的那天正好北京暴雨，我们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就发现雨天同时黑天的时候呢，就是它反射出来的这个画面就是朦胧的我也用手机拍下来了一段可能看不太清，因为借来的车那天行车记录仪里边没有 U 盘，所以比如后面会不会有一个配件，比如说像一个帽子一样，能够挡住这个后视镜的这个上面能够带来一定的这个挡雨的作用。而如果你在日常使用它查看车辆信息的时候呢，其实你转头的这个角度呢会比较小能够照顾到你观察行车正前方的这些信息。那么它的这个后视镜吧，其实吧就很多车已经装了这个类似的这种倒车影像了，对吧？所以没什么好说的其实是一个习惯的问题。那前面聊到这个车标标配了3颗激光雷达、3颗毫米波雷达、11颗高清摄像头、12颗超声波雷达，这也是目前支持鸿蒙哈密 OS 4.0智能座舱中雷达配置最多的了。所以这个辅助驾驶体验还是必须得安排一下。这次我为了测试体验一下它的智能辅助驾驶到底怎么样，我特意把变道偏好调整到了敏捷。开始智能辅助驾驶后呢，整个过程非常顺滑，而且开启敏捷后呢，整个车开起来也非常激进而且对于路上的车行人识别的非常精准。在过路口的时候呢，它也会轻点一下刹车很遵守交通规则。在路上路况复杂的时候呢，它也能很敏锐的避开车辆。而且整个车开起来呢，你会觉得它很有自己的思考比如有一段路它都特别喜欢在最左侧的车道行驶，哪怕变道了它也会回来，并且对于路口的这个红绿灯它也能进行读秒，哪怕我们看不到的时候呢，它也能看到并读秒。我们测试了几段路全程未进行接管，哪怕是它提示路况复杂建议接管的时候呢，我们也只让车去开整个下来呢，这套智能辅助驾驶的体验非常不错。OTA 升级到了阿维塔 OS 3.1.1，那系统在这个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呢，车辆的 DIY 方面带来了很多的这种有意思的更新首先我发现在导航地图的时候呢，支持的这种3D 视图挺有意思的，能够看到周围的这个环境，也可以切换2D 的视图。同时呢，我发现语音可以开关近光灯了，挺有意思的。而且有一个功能你们看这个在挡风玻璃的下方这个位置是阿维塔的黑漏屏，比如我要临时停车，它就可以直接打开它。那通过文字的形式呢，提醒这个路人不过呢，这一次升级之后呢，也支持了自定义你也可以写上比如这样。那最近在行驶过程中呢，巡航模式下呢，会有车道线的提示并且会在电子眼区域呢，也会有自动限速功能。而且在休息的时候呢，我打开观影模式呢，这个时候呢，会有对应的座椅联动，还是挺舒服的。而日常体验中呢，系统流畅性是有的，非常跟手，并且呢支持了将华为手机内的应用直接流转到车机内，这样那也补充了车机内的这个应用的丰富性，并且流畅度和车机本身基本上是一样的。那日常语音唤醒小塔或者小易都是可以唤醒它，语音有华为的加持，很流畅。在车的配置方面呢，阿维塔12有4款配置主要在里程和单电机后驱、双电机4驱的区别。后驱有700的里程，4驱是650的里程。电池方面呢，采用的是3元锂的电池，动力电池总容量94.5千瓦时。那上次我们从北京开到石家庄总共有大概是300多公里在开车前呢，还剩下85%的电量，大概是500多到工作室大概剩下了20%，也就是剩下了将近120多公里那一路呢，我们空调开到24摄氏度所以这样的续航体验还是挺让人踏实的。而且最近我还看到阿维塔12增程版曝光了到时候有计划为你们体验一下。阿维塔12由长安汽车、华为以及宁德时代3家联合打造。这款阿维塔12在车型的设计方面呢，有轿跑车的那种蓄势待发的感觉，而开起来呢却是反差极大的感觉，非常沉稳就不是那种玩赛车的感觉了反而是那种老男人的感觉那整车在智能驾驶方面呢，有华为行科 ADAS 2.0的加持，而且还有非常豪华的感应器的配置也是目前智能辅助驾驶中体验不错的车型。整车的流媒体的这个后视镜呢，还是要给予肯定的而且相信未来会有很多的品牌的车也会跟进这一设计。所以这款车就适合那种想踏实开一辆车的人，并且想要一个很有辨识度的外观、很踏实的驾驶的体验，那这款车呢就很适合这样的人来开。